如果在某场灾难中，所有科学知识都被毁灭了，只有一句话能传递给下一代的生物，哪句话可以用最少的字数包含最多的信息呢？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认为这句话必然就是一切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大家好，这里是小学科学。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是人类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古人认为世界是由几个基本元素构成的，比如土、水、气、火是构成世界的4个基本元素，这是早期的4元素说。巧合的是，这个4元素说与现代物理学中的4种物质形态非常相似。土、水、气、火分别对应着固态、液态、气态等离子态，随后也诞生了各种版本的元素说。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元素说在很久之前就被原子论给取代了。然而事实真的有那么简单吗？我们的世界真的是由原子构成的吗？所以本期视频将会把原子分成10层理解，并且为大家深度解析物质的本质。第1层，物质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已经有原子这个概念了。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这个世界是由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也就是原子构成的。当然，当时候的原子论还是个哲学概念。第一位把原子论转变为科学概念是由19世纪的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完成的。18世纪末，科学家发现所有化学反应存在2个规律，第一是质量守恒定律，第二是定比定律。在这2条定律的基础上，道尔顿提出了贝比定律。所谓的贝比定律指的是，如果2种元素形成多于1种化合物，一元素的质量固定，则另一元素的质量呈简单整数比。举个例子，100克的碳和133克的氧反应后能生成1氧化碳，和266克氧反应后能生成2氧化碳，以此类推。当然，这还是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当时候还没原子这个概念呢。随后，敏锐的道尔顿发现到氧元素质量的比是最简整数比。这个整数让道尔顿意识到原子的存在，于是道尔顿在1804年提出了现代原子论。第一，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一种非常小的原子组成。第二，不同种类的化学元素有着不同种类的原子。不同以往的原子论，道尔顿的原子论属于现代原子论。虽然道尔顿没有直接观测到原子，但是他用了贝比定律中的最简整数比，间接证明了原子是确实存在的。随后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也是在道尔顿原子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他的原子论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第2层，原子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刚才第1层的道尔顿原子论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解释不了同位素。比如氢有3种同位素，钋、氘、氚，它们有着不同的质量。按照道尔顿的原子论，钋、氘、氚就是不同质量的氢原子，比如钋就是1克的氢原子，氘就是2克的氢原子，氚就是3克的氢原子，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用道尔顿的原子论来强行解释同位素，将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那就是自然界所有的氢原子有着不一样的大小和质量，出现上千种原子需要我们去认识，而这将会复杂化我们对物质的理解，这是物理学家不愿意见到的情况。然而，在道尔顿提出原子论后的100年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直到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 J.G. 汤姆森在阴极射线管中发现一种未知的带电粒子。他测量这个未知粒子的质量后发现到，这粒子比氢原子本身轻了1000多倍。这意味着原子并不是最小的单位。随后，汤姆森把这未知粒子取名为电子，并提出了葡萄干布丁模型。带负电的电子悬浮于均匀分布的带正电物质里，形成了原子。1909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进行了一场散射实验，
卢瑟福尝试用阿尔法粒子，也就是带正电的氦原子数来轰击只有几个原子厚度的金箔纸。按照当时候的原子模型，正电荷是分散的，所以阿尔法粒子数应该能克服库伦力并顺利通过铂金箔纸。实验结果和预想的一样，几乎所有阿尔法粒子都直地透过金箔纸。然而，有几个阿尔法粒子发生了非常大的角度偏差，甚至是被反弹回来。卢瑟福对这实验结果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这情况就像是15寸的炮弹打在一张纸上却被反弹回来。因此，卢瑟福根据这个散射实验，推翻了汤姆森的原子模型，提出了原子行星模型，并给出了原子的几个特点。第一，原子有一个原子核。第二，原子所有的正电荷都集中在这个原子核，而这些正电荷就是质子。第三，这个原子核非常小，原子核比原子本身小了10万倍。原子核与原子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颗葡萄与球场，所以原子的内部大部分是空的。第四，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可能这时你会好奇，为什么电子得围绕着原子核旋转？原因很简单，由于电子与带正电的原子核存在吸引力，所以为了克服它们之间的库伦力，电子被迫围绕着原子核旋转，就是为了避免原子发生坍缩。这一个微观现象就像宏观中天体的运行规律，所以卢瑟福的原子模型也被称之为行星模型。而卢瑟福的原子模型完美地解释了阿尔法粒子的散射实验。不过，为了解释为什么相斥的质子能待在那么小的原子核里，卢瑟福大胆预测原子核还存在一种中性粒子，能中和甚至是抵消质子之间的库伦斥力。直到1932年，中子的存在被一名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发现了。到目前为止，人类发现到了物质是原子组成的，而原子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而这一套原子论一直沿用至今。第三层，原子的电子轨道是量子化的。刚才第二层提到的行星模型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解释不了原子的稳定性。根据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加速的带电粒子会辐射电磁波，同样的，围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的电子会辐射电磁波，所以电子理应会坠入原子核。根据计算，宇宙中所有的原子会在诞生后的10的负11次方秒内消失，所以当时候的物理学家们陷入了一个困境。如果我们假设电子有围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那么原子会因电子辐射电磁波而坍缩。如果我们假设电子没有围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那么电子也会被原子核吸引而坍缩。无论如何，按照当时候的原子模型，所有原子都避免不了坍缩的命运。不仅如此，卢瑟福原子模型也解释不了氢原子光谱。什么是光谱？当太阳光通过3棱镜后，会被分解成不同颜色的光，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发现光谱。随后的物理学家发现到，用火烧了某个元素后，该元素会发光并形成光谱。不过，他们发现到几乎所有元素的光谱是不连续的，这意味着特定的元素只会发射特定波长的光。光谱就像元素的指纹一样，每一种元素都有对应的光谱。所以物理学家可以通过分析光谱来判断某个物质存在些什么元素。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太阳光谱来判断太阳存在哪些元素。不过，当时后光谱学仅仅是个经验科学，物理学家并不清楚为什么光谱长这个样子。举个例子，当氢原子受激发后，会发出4个波长的可见光，分别为410纳米、434纳米、486纳米以及656纳米。但是当时候的物理学家并不清楚为什么氢原子光谱会有这样的规律。直到1885年，瑞士的一位数学家巴尔默给出了巴尔默公式，而他的公式能精确地计算出氢原子光谱的谱线规律。4年后，瑞典物理学家李德伯给出了著名的李德伯公式。
这个公式比巴尔默公式更准确，适用范围更广。即便如此，它们的公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公式仅仅是个经验公式，依旧没解释氢原子光谱为什么长这个样子。第二个问题，当时候的物理学家并不清楚这个里德伯常量的物理意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常数是这个数值。不过，这些公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公式中的 n 只能取整数，这为原子的量子化留下了伏笔。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提出了波尔原子模型。他的原子模型引入量子化的概念来解释原子稳定性问题以及氢原子光谱。而波尔是这样解释原子稳定性问题的：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但是轨道本身是量子化的，也就是说，电子只能占据特定的能级或者轨道。电子想要辐射或吸收能量，就只能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个轨道。所以电子不会平白无故地辐射电磁波并坠入原子核。除此之外，波尔原子模型的量子跃迁也解释了为什么氢原子只能发出特定波长的光。这是因为每一层轨道都有特定的能量，所以辐射的能量也只能是特定的值。这就是为什么原子只能发出特定波长的光。不仅如此，波尔按照他的原子模型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后，解释了为什么里德伯公式长这个样子，并给出里德伯常量的物理意义，也就是里德伯常量就是由电子质量、电子电荷、光速和普朗克常数等等的物理量组成的。由于波尔原子模型能解释里德伯常量的物理意义、原子的稳定性问题以及氢原子光谱的规律，所以波尔原子模型取代了卢瑟福的原子模型。而后续的原子理论都是在波尔原子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优化的。波尔原子模型也暗示着我们的微观世界是不连续的，而它的原子模型也悄悄地推开了量子世界的大门。第四层，原子是可以被量子数描述的。刚才第三层的波尔原子模型在当时解释不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问题，第二是电子排列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问题。什么是精细结构？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放大氢原子光谱其中一条谱线，我们能发现到每条光谱线其实并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中间存在非常细小的裂痕。也就是说，氢原子能辐射两个波长非常相近的电磁波。1915年，为了解释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索莫菲修正了波尔的原子模型，把波尔模型里允许的轨道从圆形轨道拓展至椭圆轨道。这意味着同一个能级可以同时存在圆形轨道以及椭圆轨道。由于电子在圆形轨道的速度比在椭圆轨道小了一点点，所以两个轨道的能量之间存在差异。举个例子，当一个电子从 n 等于2的能级跃迁到 n 等于1时，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电子从 n 等于2的圆形轨道跃迁到 n 等于1的轨道，而第二种情况则是电子从 n 等于2的椭圆轨道跃迁到 n 等于1的轨道。很显然，第二种情况所产生的电磁波的能量是比第一种情况更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单个谱线能分裂成两个谱线。让我们回到波尔原子模型解释不了的第二个问题：如果电子都喜欢稳定的低能量态，那为什么电子不全都聚集到最低能级的轨道上，而是有规律地分布在不同的能级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物理学家引入了4个量子数来描述原子，分别为主量子数 n、角量子数 l、磁量子数 m 和自旋量子数 s。主量子数决定轨道的能级，角量子数决定电子在原子中的轨道形状，磁量子数决定电子在原子轨道中的具体空间方向，而自旋量子数描述了电子的自旋数值。这4个量子数描述了一个电子的量子态，而每个电子都有独特的一组量子数，这意味着2个电子不能拥有相同的量子态，这就是所谓的泡利不相容原理。
这个泡利不相容原理导致了电子有规律地分布在不同的能级上。泡利不相容原理也是我们不能无限压缩原子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一层基本上延续了波尔的思想，把原子量子化到了极致，并得出了几个关于原子的新结论。第一，原子的能级、轨道角动量以及此举都是可以被量子化的。第二，除了质量和电荷，电子还存在自旋这个内禀属性。第三，两个电子不能拥有相同的量子态，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电子不会坍缩到最低能级。第五层，物质是一种波。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把光当成是光子，并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但是这也引来了一个问题，对当时候的物理学家而言，波就是波，粒子就是粒子，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爱因斯坦把光当成是一个粒子这个举动模糊了粒子的定义，让物理学家分不清粒子和波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不过有一位年轻小伙也因此受到了的启发，他就是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1924年，德布罗意提出所有物质具有波的性质，也就是物质是一种波。德布罗意认为，既然光可以同时拥有波动属性和粒子属性，那凭什么身为粒子的电子不能展现波动属性呢？于是德布罗意在波尔原子模型中引入了物质波这个概念，而他是这样描述原子的：电子以驻波的形式围绕着原子核，而轨道的周长必须是电子波长的整数倍。换句话说，为了满足电子是一个驻波，电子轨道的周长不能是任意值。这解释了为什么第四层要对原子的轨道进行量子化。1927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戴维森和格莫进行了电子的衍射实验，他们发现到了电子会形成衍射图案，而这个实验证明了德布罗意的理论，电子确实是一种波。德布罗意也因此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问题来了，物质真的像德布罗意所说的是由物质波或者驻波组成吗？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4年前。1925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和荷兰物理学家德拜在一场交流会中讨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德拜提醒了薛定谔，任何一种波都应该有它的波动方程。受到德拜的启发，薛定谔回家闭关一段时间后，并在1926年发表了著名的薛定谔波动方程，并给出了准确的氢原子光谱规律。随后他的波动方程迅速在量子学术界引起轰动。然而，虽然他的波动方程同样能解释氢原子光谱，但是它的波函数是有虚数的，所以当时候的物理学家们并不清楚这个波函数的物理意义。这其中也包括了薛定谔本人。在论文发表后的不久，德国物理学家波恩给出了波函数的物理意义，也就是波函数的模平方就是概率密度。他因此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问题来了，波函数的概率诠释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物质确实是一种波，但并不是所谓的物质波，而是概率波。比如在单电子双缝干涉实验里，电子一个个的通过狭缝后，依旧会出现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之前物理学家的说法是一个电子会同时通过2个狭缝，自己与自己发生干涉。如果我们把电子当成是一种概率波，就能够很好地解释单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当一个电子通过双缝后，一个概率波被双缝分为2个概率波，2个概率波发生叠加后，会得出电子在探测屏上有可能出现位置的概率分布，而这个概率分布恰好就是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当这个概率波打在探测屏后，波函数会坍缩并有了一个确定值，而这个确定值就是我们所谓的粒子。因此，以概率描述粒子的性质能够很好地解释单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同样的，我们也能用概率来描述原子。比如在第4层的原子模型里，
所谓的电子轨道，并不是指电子围绕着原子合作运动所经过的轨道，而是电子有可能出现的位置。所以一般上我们称电子轨道为电子云。某区域的电子云密度越大，我们在该区域中找到电子的概率就越大。当然，物质是一种概率波，这个说法已经被非常多实验证实了，但是这完全颠覆了人类的认知。这是因为组成这个世界的原子竟然是充满概率性。第6层，我们的自然界存在反物质。第5层的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不能描述高速粒子。其实薛定谔方程相当于经典力学的牛顿方程，只能处理低速粒子问题，所以相对论版本的薛定谔方程一直都没有。其实薛定谔本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普通版本的薛定谔方程就足够复杂了。他甚至找他的好朋友数学家赫尔曼·外尔帮忙解清原子的波动方程，所以薛定谔到最后只是发表了非相对论版本的薛定谔方程，并决定把薛定谔方程的相对论修正工作留给后人。直到1928年，一位来自英国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给出了狄拉克方程，而这个狄拉克方程就是相对论版本的薛定谔方程。这个方程也成功地统一了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可是当时狄拉克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狄拉克方程有负能量的解，这意味着电子可以存在于负能量态。这时狄拉克联想到了之前第4层我们提到的电子排列问题。我们都知道电子喜欢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就是为了达到最稳定状态。但是我们的自然界有泡利不相容原理这个限制条件，所以电子只能乖乖地待在自己的能级。但问题来了，是谁规定电子只能待在 n 等于1能级？难道电子不能去到更低的负能量态吗？理论上，电子是可以去到 n 等于-1、-2、-3的能级并辐射电磁波，可是这样会导致电子永远向负能级坠落。原子会永远的辐射电磁波。当然，我们在现实中并没有观测到这个现象，所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狄拉克假设我们的真空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狄拉克之海，而这个狄拉克之海就是那些负能级轨道。这些负能级的轨道已经被一种负能量的电子给占据了，所以待在 n 等于1能级的电子下不来。而这个负能量的电子就是反物质。随后狄拉克把这个负能量的电子取名为正电子。狄拉克发现的这个反物质有4大特点：第一，物质与反物质有相同的质量；第二，物质与反物质有相反的电荷和自旋；第三，每个基本粒子都有它的反粒子；第四，物质与反物质相遇时会发生湮灭并产生高能光子。湮灭反应的质能转换率是100%，相比之下，核聚变只有不到1%的质能转换率。在狄拉克提出反物质的5年后，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宇宙射线中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这意味着反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这个反物质有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现在宇宙中的物质远多于反物质？这个会放在第8层再说。第7层，自然界中的基本粒子不只是有电子、质子和中子。在中子被发现后，当时候的物理学家认为粒子物理的大厦已经建好了。光子构成电磁波，而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实物。这一套模型对当时候的物理学家而言已经非常完美了，能够描述几乎所有的物理现象。当时的物理学家认为人类已经找到建构宇宙的所有元素了，以至于没有物理学家敢预言新的粒子。然而，这仅仅是人类对粒子的探索的前期阶段。其实从发现正电子开始，人类对粒子的探索才开始步入中期阶段。当时候的物理学家遇到了2个问题：第一，贝塔衰变中的能量不守恒；第二，为什么互相排斥的质子能待在那么小的原子核？为了解释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贝塔衰变的能量丢失问题，
泡利在1930年提出了贝塔衰变会额外产生一种电中性的未知粒子，而他把这个新粒子命名为中微子。为了解释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质子能待在那么小的原子核里，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1934年提出了质子是被强合力吸引到一起的。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相互作用都是由粒子传递的，比如电磁力是靠虚光子传递的，弱力是靠 W 和 Z 波色子传递的。那么强合力是靠什么传递的呢？汤川认为，强合力是靠一种质量比电子大了200倍的粒子传递的，因此他预言了介子这个新粒子的存在。1936年，安德森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一种氢子，并命名为缪子。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在宇宙射线中发现到汤川所预言的介子。1956年，两位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科温与克莱因斯在实验中观测到泡利所预言的中微子。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新发现的粒子究竟有没有参与构成物质呢？为什么化学元素周期表只有电子、质子和中子，却没有见这些新粒子的身影？为什么这些新粒子的存在感那么低？这些问题我们暂时先搁在一旁，等下再回头讨论。回到正题，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探索粒子的前期和中期阶段基本上满足这个过程，那就是预言新粒子后再被实验证实。这意味着当时候的理论是一直领先于实验的。然而，从1950年开始，人类对粒子的探索进入了后期阶段。随着高能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的建立，物理学家再也不用从高能的宇宙射线去寻找新粒子了，用粒子对撞机就能找到新粒子了，而且能重复大量的实验。因此，粒子物理引来了爆炸性的成长。物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到近200种的未知粒子，而这时候的实验是遥遥领先于理论的。因此，物理学家急需一套新理论来对这些新发现的粒子进行分类。而这时，粒子标准模型诞生了，是由多位物理学家共同完成的。粒子标准模型就像物理版本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能对所有的基本粒子进行分类。一开始，物理学家是按照质量来分类新粒子，但发现到意义不大。后来改为用相互作用来分类粒子，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叫做氢子，参与的就叫做强子。目前发现到氢子一共6种，其中3种分别为电子、缪子和tau子，以及电中微子、缪中微子、tau中微子。这个缪子和tau子你可以理解为比较胖版本的电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界中很难观测到缪子和tau子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它们会在非常短时间内衰变成比较轻的电子。这也能解答我们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物质都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为什么其他基本粒子并没有参与？原因很简单，宇宙诞生之初有非常多种类的基本粒子，可是它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衰变成质量最低和最稳定的电子、质子和中子，导致了现在整个宇宙几乎是清一色的电子、质子和中子。回到正题，当时物理学家发现氢子就一共6种，可是强子却有上200种。难道是上帝偏好强子吗？其实一直以来，物理学家就已经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质子和中子的电性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它们的质量那么相似呢？直到了1964年，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答。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盖尔曼提出夸克模型，与氢子一样，夸克也有6种，它们分别是上夸克、下夸克、灿夸克、奇夸克、顶夸克和底夸克。他提出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组成的，2个夸克能组成介子，3个夸克能组成中子。这意味着新发现的上200种强子都不是基本粒子，而是复合粒子。这也意味着质子和中子并不是基本粒子，而是由更本质的夸克组成的。
这也解答了为什么质子和中子的质量那么相似。这个粒子标准模型完美地分类了上200种强子，以及在中期阶段发现的新粒子。随后物理学家对这个粒子标准模型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比如引入了主导相互作用的规范玻色子，以及赋予所有粒子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所以标准模型里的基本粒子可以被分为2种：构成物质的费米子，以及传递相互作用的玻色子。费米子遵从费米狄拉克统计，也就是2个费米子不能拥有同样的量子态，而玻色子遵从玻色爱因斯坦统计，也就是玻色子可以占据相同的量子态。费米子有夸克和氢子，而玻色子有光子、胶子、W 和 Z 玻色子以及提供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一共发现了61个基本粒子。夸克有6种，需要乘以20，因为夸克有反粒子，要再乘以3，因为夸克有3种颜色，所以夸克一共有36个。氢子有6种，乘以2就是12个。光子1个，胶子8个。弱粒的 W 正负和 C 玻色子有3个，希格斯玻色子1个，所以自然界存在的基本粒子一共就61个。粒子标准模型是物理界当今最成功的物理模型之一，能分类宇宙中所有的粒子。有物理学家曾经说过，如果存在外星文明，他们的粒子模型或许与我们现在的粒子模型非常接近。第8层，基本粒子不满足 C 对称、P 对称、合体对称。物理学家对对称性有着异常的执着，这是因为每一种对称性都能给出一个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迅速发展后，物理学家已经通过研究对称性发现了各种守恒定律。有些守恒定律属于近似守恒定律，在某个情况下适用而已。在当时候有5个非常强大的守恒定律或者对称性，分别为能量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律、C 对称、P 对称以及 T 对称。如果守恒定律有排名，那么它们一定是排名最高的那5个，以至于当时没有物理学家敢撼动它们的地位。这一层我们主要来聊聊后3个对称性，也就是 C 对称、P 对称以及 T 对称。什么是对称性？很简单，如果我们说某个东西存在某种对称性，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经过某种变换后保持不变的。举个例子，如果正方形在旋转90度后保持不变，那么正方形就满足离散旋转对称性。然而，如果我们对正方形进行更苛刻的变换，也就是让正方形旋转至任意角度，正方形改变了，那么正方形就不满足连续旋转对称性，只有圆形同时满足这2种对称性。而刚才提到的 C 对称、P 对称、合体对称属于离散对称性。第1个对称性 C 对称，也叫做电荷共轭对称。在经典物理， C 变换就是把宇宙中所有的正电荷换成负电荷，负电荷换成正电荷。在这个变换下，该吸引的还是会吸引，该排斥的还是会排斥。所以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个物理规律在 C 变换下是保持不变的。不过在粒子物理，由于物质和反物质的区别就是在于它们的电荷，所以 C 变换等同于把物质和反物质进行一个互换，来验证物质与反物质是否是等价的。第2个对称性 P 对称，也叫做空间繁衍对称性。在经典物理， P 变换就是翻转其中一个空间维度，就是为了验证镜里境外的物理规律是否相同。比如牛顿第2定律 F 等于 ma， 其中的 F 与 a 是矢量。如果我们对 F 等于 ma 进行空间繁衍变换， F 等于 ma 不会改变，那么牛顿第2定律就存在 P 对称。在粒子物理， P 变换就是为了验证左旋粒子和右旋粒子是否相同。第3个对称性 T 对称，也叫做时间繁衍对称性。在经典物理， T 变换就是把一个物理过程倒放，来验证物理规律是否相同。举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弹跳中的小球，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频倒放后，看不出区别，那么这个物理过程就满足时间繁衍对称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出区别呢？很简单，其实这个物理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落体，而第二阶段是反弹。自由落体和反弹的本质上都是受到引力影响才会发生的。自由落体倒过来就是反弹，反弹倒过来就是自由落体。所以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满足时间繁衍对称性。不过，其实弹跳这个过程并不满足 t 对称，这是因为弹跳这个过程存在能量损耗。如果我们把弹跳这个过程倒放，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倒放后的过程违反了物理规律，所以弹跳这个过程并不存在 t 对称。当然，这牵扯到熵以及时间之始之类的概念，这个之后再聊。回到正题，虽然多数的宏观物理过程因为熵而不满足 t 对称，但基本粒子本身是满足 t 对称的，至少在当时候是这样认为的。以上就是关于这3种对称性的介绍了。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950年，当时候的物理学家发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贝塔粒子衰变时产生2个派介子，而套粒子衰变时产生3个派介子。随后物理学家发现到这2种粒子的质量、电荷和寿命完全相同。一开始的时候，物理学家很开心，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到贝塔粒子和套粒子是同一种粒子，而且以上2个物理过程也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和电荷守恒定律。但是随后物理学家发现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2个粒子的宇称值不一样，不满足宇称守恒定律。所以为了保全宇称守恒定律，当时候的物理学家就索性不承认这2个粒子是同一个粒子。直到1956年，2位华裔物理学家杨正宁和李政道发表了论文，并质疑弱相互作用的宇称对称性，认为贝塔粒子和他粒子就是同一个粒子，并寻找实验来验证他们的猜想。但是有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这其中包括了泡利和费曼。其实我们也不能怪他们，这是因为在当时候宇称守恒是铁律一般的存在，是物理界的常识，没人能撼动它的地位。直到1957年，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通过观测钴6时的贝塔衰变，发现了左旋原子核与右旋原子核发射的电子并不径向对称，原子核会优先选择一个方向发射电子。这实验证实了若相互作用之下宇称不守恒。随后，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宇称不守恒被实验证实后，许多物理学家开始验证基本粒子以及其他相互作用是否具有 C 对称和 T 对称。不过理论上，只要 P 对称被打破， C 对称也会跟着被打破。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在第6层就已经提到了，物质和反物质有着相反的自旋，这意味着左旋粒子与右旋反粒子是对称的，所以只有左旋粒子和右旋反粒子感受到弱力。我们对左旋粒子进行 P 变换后得到右旋粒子，左旋粒子感受到弱力，而右旋粒子感受不到弱力。由于这种情况是不对称的，所以粒子不存在 P 对称。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左旋粒子进行 C 变换后得到左旋反粒子，由于只有左旋粒子感受到弱力，而左旋反粒子感受不到弱力，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对称的。因此，粒子不存在 C 对称。这就是为什么只要 P 对称被打破， C 对称也会跟着被打破。想必大家已经发现了， CP 这个变换组合会是对称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对左旋粒子进行 P 变换得到右旋粒子，再对右旋粒子进行 C 变换得到右旋反粒子，由于2种粒子都能感受到弱力，所以基本粒子具有 CP 对称性。这就好比我们分别施加30度和60度旋转变换在2个正方形上，我们得不到相同的正方形。
但如果我们对同一个正方形施加30度旋转变换后再施加60度旋转变换，我们得到相同的正方形，那么正方形就有这个旋转变换组合的对称性。能明白这个逻辑吧？这个 CP 对称是在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之后被提出来的，也算是物理学家们最后的底线。可惜的是，在1964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克罗宁和菲奇发现了 CP 破坏的迹象。而他们又是如何发现的呢？是这样的，中性 K 介子在传播时会变成自己的反粒子，而反粒子又会变回原来的粒子，以此类推。这现象叫做中性粒子震荡，而这个粒子震荡现象是由弱力主导的。他们发现到粒子变成反粒子，以及反粒子变回粒子所花费的时间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物质和反物质不存在对称性。我们的自然界似乎更偏爱物质，而这个 CP 破坏似乎能替我们解释为什么今天物质远多于反物质。有趣的是，如果 CP 对称发生了破坏，那么 T 对称也会跟着被打破。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 CP 破坏这个过程倒放，我们会发现到这两个过程是不同的。因此基本粒子同样不存在 T 对称。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 CP 和 T 这个变换组合能保全基本粒子的对称性，所以 CP-T 对称才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对称性，是现代物理学的根基。至少目前这个 CP-T 对称没人发现到被破坏的迹象。总的来说，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在 P 对称被推翻后，物理学家先后推翻了 C 对称、CP 对称以及 T 对称，甚至失去质疑现代物理学的根基 CP-T 对称。这一层的发现带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那就是上帝对基本粒子的左右有偏好，对正反物质有偏好。当然了，我们人类只能默默地接受自然界的规则。第9层，粒子是量子场组成的。其实从很久开始，物理就已经有了3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3个概念分别为粒子、相互作用以及场。1687年，牛顿给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虽然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很好地描述天体运动，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2个物体之间存在引力，以及其中的超距作用。随后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引力场这个概念来解释引力的超距作用，也就是天体的引力场以光速扩散来影响其他物质，所以引力并不是瞬时的。直到18世纪电磁学的兴起，物理学家在描述库伦力以及磁力的时候也用了场这个概念，而且电磁学的场是能够通过实验具象化的。从这时候开始，相互作用与场就有了非常强的联系。现今的4大基本相互作用都是用场来描述的。然而，虽然引入场的概念似乎能解释这种超距作用，但依旧没有解释为什么2个物体会互相吸引，为什么2个带电粒子会互相吸引或排斥。所以在粒子标准模型里，物理学家把粒子和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了。根据粒子标准模型，宇宙中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由交换粒子来实现的。根据经典力学，2个人互相丢球时会交换动量，他们会因为反冲作用而慢慢地远离彼此。同样的，电磁力就是交换虚光子来实现的，强力就是通过交换胶子来实现的，残余强相互作用时通过交换介子来实现的。这似乎解释了所有相互作用的起源。不仅如此，当时候的物理学家还非常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中的每个电子都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每个电子有相同的质量和电荷？难道整个宇宙就不存在大小不一样的电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时间拉到1905年。自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后，物理学家就有了2个不同的理论来描述光。第一种理论就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也就是光是一种电磁波或者电磁场的涟漪。第二种理论就是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也就是把光当成是一种粒子。
这似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场就是粒子，粒子就是场。这个结论为后来的量子场论打下基础，把剩下的粒子和场联系在一起了。而量子场论是这样描述粒子的：我们的宇宙到处充斥着不同种类的量子场，比如电子场、夸克场、希格斯场和光子场等等。量子场的激发就是我们所谓的粒子，比如电子场的激发就是电子，光子场的激发就是光子，以此类推。宇宙中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这些量子场或量子场激发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算是真空，这些量子场依旧存在，所以真空并不空。真空不空这个现象已经被非常多实验证实了。量子场这个概念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宇宙中所有电子的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是因为每一种粒子都共享同一个量子场。比如电子就是电子场的激发，宇宙中所有的电子都共享同一个电子场，这意味着量子场是比粒子本身更本质的存在。只有量子场存在，粒子才能存在。根据量子场论，建构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不再是粒子，而是量子场。第10层，基本粒子是由弦组成的。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用第8层的粒子标准模型以及第9层的量子场论来描述整个宇宙。前者分类了所有的基本粒子，而后者描述了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统一了场论、狭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把引力考虑进去，就是因为物理学家统一不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无可否认的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都是很成功的理论。量子力学能很好地描述微观尺度的物理现象，而广义相对论能很好地描述宏观尺度的引力现象。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属于最成功的理论。然而，物理学家无法将这2套理论统一在一起。可能这时候你有2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物理学家非要将它们统一在一起？第二，为什么这2套理论不相容？让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物理学家那么执着于统一这2套理论？这是因为在描述黑洞的起点时，广义相对论会遇到引力无穷大的问题，所以需要量子力学来帮忙描述无穷小的起点。统一这2个理论能让我们更好地描述黑洞，也能让我们更理解宇宙大爆炸的起源。让我们回答第2个问题：为什么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不相容？这其中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广义相对论的作用是定域的，而量子力学的作用是非定域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里的物质只会对时空上的一个区域产生作用，而量子力学里的粒子是按照概率分布在整个空间的。如果广义相对论像量子力学一样是非定域的，那么同一个物质可以散布在整个空间，并对多个区域产生引力。至少目前没有任何实验证明引力能处于量子叠加态。不相容第2个原因，2套理论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量子力学认为时空是静态，也就是时间和空间是互相独立存在的，而广义相对论里的时空背景是动态的，也就是时间和空间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会相互影响的。不相容的第3个原因，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力，而是时空弯曲的一种表现。所以物理学家很难用像其他相互作用一样，用交换引力子这类的概念来描述引力。不仅如此，其实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基本粒子被当成是点粒子来处理。举个例子，在描述电磁力时，电子被当成是个点粒子，这意味着当距离等于0时，库伦力是无穷大的。不仅仅是电磁力，其他相互作用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些相互作用的无穷大问题都能被量子场论里的从整化解决。可惜的是，引力从数学上来说是不能被重整化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引力不能被量子化。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如果我们不把粒子当成是一个碘粒子，而是一根弦呢？是不是能消除无穷大这个问题？不仅如此，标准模型的基本粒子一共有61个，比卢瑟福原子模型还多了50多个。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由同一根的弦组成的，那么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只有一个，也就是一维的弦，而弦的长度代表着粒子的质量，不同的振动模式又代表着不同的粒子。不仅如此，把弦当成物质的基本单元也能解释衰变的机制。比如在阿尔法衰变中，由238通过发射阿尔法粒子形成土234。不过这种衰变形式比较好理解，这是因为铀负238本身就是由土234和阿尔法粒子组成的。但是贝塔衰变就比较难理解了。根据贝塔衰变，在中子变成质子时，会释放一个电子和反电中微子，但这并不代表中子是由质子、电子和反电中微子组成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子会直接变成这3种粒子？有趣的是，弦论能解释这类型的衰变过程。比如涛子衰变时，涛子的弦能分裂成电子的弦、涛中微子的弦和反电中微子的弦。这是因为弦的本质是纯能量，所以一根弦能分裂成不同能量的弦。当然，实际过程比大家想象中复杂很多，这里方便大家理解就行了。大家只需要知道弦论能够解释衰变的机制就行了。那么问题来了，弦论是正确的吗？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24年，当时候的德布罗意在波尔原子模型中引入了驻波的概念。其实这个驻波与弦的概念非常相似，而后来的薛定谔波动方程也能看到弦的身影。直到1968年，意大利物理学家维内齐亚诺花了数年时间构造一个函数来描述强相互作用，而他偶然发现到这个函数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给过了，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大神欧拉。欧拉的贝塔函数恰好能描述强相互作用一些散射模型。然而，维内齐亚诺当时不知道贝塔函数其中的物理意义，直到1970年，3位物理学家给出了维内齐亚诺的方程的物理意义，那就是粒子可以被视为一维的弦。不过，当时候的弦论并不能很好地描述强力，与实验数据不符。雪上加霜的是，1973年发现的渐进自由也让量子色动力学名声大噪，意味着物理学家不再需要弦论来描述强力。许多物理学家抛弃弦论并转战 QCD， 弦论迎来了第一次寒冬。但有一位美国物理学家没有放弃弦论，他就是约翰·施瓦茨。施瓦茨尝试用弦论解释费米子时，他的数学模型自动出现质量为0、自旋为2的粒子。然而这粒子并不存在于现今的标准模型中，于是施瓦茨尝试从数学上消除这个新粒子。可是他发现不管怎样做都避免不了新粒子的出现。几年后，物理学家才意识到这个质量为0而自旋为2这个粒子恰好就是传递引力的引粒子。可能这时你会好奇，为什么其他规范玻色子的自旋是1而引粒子的自旋是2？其实这个自旋为2能替我们解释为什么引力只有吸引力。当然，自旋这个内禀属性挺有意思的，之后会在初期视频聊聊这个自旋。回到正题，虽然弦论不能描述强相互作用，但是弦论似乎能从微观的角度来描述引力，而且不会出现无穷大的情况。这个弦论让物理学家看到统一引力的希望，于是许多物理学家纷纷加入研究弦论的队伍之中，因此爆发了第一次的超弦革命。随后诞生了5个版本的超弦理论。1995年，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威顿统一了这5个版本的超弦理论，并证明它们在数学上是等价的。这个统一后的超弦理论被称为 M 理论。这个 M 理论在计算了黑洞的熵后符合霍金的预测，于是爆发了第2次超弦革命。当然，弦论本身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弦论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被实验验证的。
这是因为验证弦论所需的能量太大了，粒子加速器的半径至少得达到银河系的半径，而且高能的实验能产生黑洞，会影响我们对弦的观测。不过，弦论是目前万有理论的候选理论之一，这是因为它让物理学家看到了希望。或许它能描述所有物质，甚至是统一所有的相互作用。至于第10层之后是怎样的，高级外星文明对原子的理解又是怎样的，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以上就是原子的10层理解了。大家对物质的理解是在第几层呢？希望这期视频有帮助大家理解物质的本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喜欢这期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我们下期见。